种下了自由的种子，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故乡的尘土，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。前路漫长，却不离不弃。风沙吹我脸颊，越痛越向前而去。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，任谁送走这别离，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。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，奔跑迎接着风雨，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。习书记要是知道你来了，肯定可开心了。下台阶。习书记，乔翠来了。习书记，小翠姑娘，哎呀，又精神了吧？啊，坐坐坐。哎，大妈，倒水。哎，小翠姑娘，你咋来了嘛？习书记，您不是在绥德成立了地区文工团吗？组织请我们剧团来交流学习，剧团就让我来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你们这次来演啥戏啊？啥时候演？我也想看。你是想看人还是看戏啊？都想看嘛。你看你那个脸，红得跟柿子一样。喝水，喝水。谢谢。小翠姑娘，那你们可得好好演啊！三娃不光看人，也看戏。哎呦，我这后边还有个会，你们聊啊，来了就不要走，在这儿吃饭。哎，啊，坐。你跟着我干啥？你不说有个会吗？会跟你有啥关系啊？这样，我交给你个任务啊，小翠姑娘还有他们剧团在绥德的安全你负责，从现在开始，跟着他。那你安全咋办？你个瓜娃！我再说一遍，从现在起你跟着他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人家是女娃，主动点儿。乔翠，自从咱们上次见面有1年0半个月没见了吧？没想到又见到了，挺好。你还数着天数呢？一天都不落。给习书记当教育员就得记好。你来了还走不？这个还不知道呢。来了就别走了。这个得听组织安排。那回头我跟我哥说，让组织把你调过来。你多大了？比你大。你知道我多大，你就比我大。反正就是比你大。大点好。你大3，报金砖，
我是报半块还是报1块？你说啥呢你？我哥说你留下吃晚饭，我去做饭。你是真瓜，回去，回去。厨房那边炊事班坐上了，喝水。我18，那你得喊姐。报半块还是1块？报告，啊，进来。宋书记，您找我？是啊，来，金星同志，你们工作队啊，马上就要下乡了。习书记呢，专门写了一些指导意见，让我交给你。我还正愁说这次下乡工作要怎么开展呢，有了习书记的指导，就好了。谢谢宋书记。哎，请坐吧。习近同志，怎么样？这段时间跟习书记接触下来，你觉得习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虽然说我跟习书记接触不多，但是我感觉在工作上，习书记不管是看问题还是想问题，总是比我们更远、更全面。生活上，习书记给人感觉没什么架子，对身边的人也很照顾，很温暖。是啊，习书记这个人呢，在工作上很讲原则，但是在生活中呢，他又是一个既幽默又很细心的人。另外呢，习书记啊还很看重群众工作，所以啊，你们下去之后一定要总结出一套办东学的经验和方法来，这也是习书记啊特别期待的。好，如果你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给习书记写信。我能直接给习书记写信？当然可以了。那会不会打扰他工作？这你就不了解他了吧？习书记这个人呢，在工作上啊十分的认真，他呀就希望别人能多去打扰他。哎，这样我有个建议啊，你们在出发之前呢，你可以带着工作队的同志啊去见见习书记，正好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请教。是，谢谢宋书记。好，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。报告，进来。习书记。来啦，来坐坐坐，来大家都坐，坐。同学们啊，你们这次啊下去办东学，特别好，可以下乡接触了解老百姓的生活和需求，这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你们工作队啊，基本上都是党员同志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就一点建议。希望你们啊，可以在这个形式上办得灵活一些。除了办这个读书会、黑板报，我建议啊，是不是还可以办一些读报组，甚至秧歌队、陕北说书等等等等，寓教于乐嘛。习书记，我们想的是
不仅仅要教老乡们识字，还要教他们时事政治，让他们多了解了解外面的世界。我们也会跟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尤其是劳动，老乡们才是我们的老师。对着呢，农村也是我们的大课堂。但工作之余呢，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，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嘛，是吧？空闲的时候呢，可以到老乡那儿去买点羊肉，回去炖点羊肉汤，补充营养。谢谢书记。那习书记您工作忙，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了。好，大家加油啊！习书记再见。齐信同志，你稍等一下，我还有些事情要跟你说。那你们先走。好。习书记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？你坐下说，来。好，我来。坐。来，喝点水。谢谢习书记。喝水吧。齐信同志啊，你来绥德这1年多，进步真的太大了。尤其是在省干工作中，那么艰巨难缠的工作都没有把你压垮，真的不简单啊。同时也要感谢你对我的帮助。习书记，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在那种情况下，虽然我们有思想准备，但是我们看到像刘国秀同学，还有聂梅初同学，他们受到那样的遭遇，我们也害怕，也迷茫。其实我们是因为看到您那么坚持的跟错误的做法做斗争，我们心里就有底了。我们想，不管工作再多再难，只要有您在，我们就踏实。齐信同志啊，人们常说呀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可对于我们这些做革命工作的人来说，过去的事情，特别是走过的弯路、错路，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思考。因为只有总结过去犯的错误，从中汲取经验，才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习书记，还是您想的深刻，我要好好跟你学习。齐心啊，我们是同志，就不要这么见外。同志之间呢，就要相互学习，共同进步。同志之间呢，还要相互关心。哎，你们这次啊，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。我呢也没啥送给你们的，攒下的一些小米，啊，你带上，没赶上饭点的时候，熬点小米粥喝。习书记，这使不得。这有啥使不得吗？你们都是些学生娃，年轻，饿得快，来，拿上拿上。习书记，这都是您好不容易攒的，我真不能要。让你带上你就带上，下去还是比这儿条件艰苦得多。再说我一个人，我也吃不完。来，拿上拿上。谢谢习书记。不要老谢嘛。下去以后呢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，或者有什么想法、问题，随时给我写信。我们多交流，多沟通，多探讨。我会好好跟你请教的。好。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。我们的粮食是从哪儿长出来的？也是土地。那么这个就叫做土地。我们可以把它拆成，你看。
完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，赶紧回去吧。秦颖同志，哎，你的信。远方传书信，牵挂托纸笔，年年风，年年雨，年年何时有归期？冷暖各千里，只盼你自己。年年忧，年年喜，年年你。等清风吹散阴霾，沿着你脚印，你是我追逐中的光影。等朝阳穿过云层，洒满这天地，守着你，才安安我心。远方传书信，牵挂托纸笔，年年风，年年雨，年年何时有归期？冷暖各千里。习书记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牵挂在心。您日理万机，工作那么繁忙，为什么老给我写信呢？吹散阴霾，沿着你脚印，你是我追逐中的光影。等朝阳穿过云层，洒满这天地，守着你，才安安我心。等清风吹散阴霾，沿着你脚印，你是我追逐中齐英同志，的光影。你问我等朝阳为什么老给你写信，过云层，洒满我要告诉你，守着一件大事来到了，才安安我一定要解决好。等清风吹散阴霾，沿着你脚印，你是我追逐中的光影。等朝阳穿过云层，洒满这天地，守着你，才安安我心。等朝阳穿过云层，洒满这天地，守着你，才安安我心。习书记，哎，宋书记，啊，哎，一听说你们从乡下回来了，徐书记啊，可是点名要听你的汇报呢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是吗？齐英同志，啊，徐书记，习书记，这些是我们的工作情况汇报。
好，昨天晚上就听说你们回来了。哎呀，好啊，比以前更精神了。是啊，啊，哎呦，对了，那个谢书记，我还有个会要准备，那你们先谈，我去忙了。快去啊快去哎，你们谈。哎，来进屋说，来。来，坐。来，喝水。怎么样？在襄阳还习惯吧？习惯。生活上老乡们对我们很照顾，在工作上我们也收获很大。您给我的信中有说，毛主席提出，知识分子要多跟工农群众学习，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进步。这次我有很深的体会。好，太好了。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吧。不急，啊！你们的工作呀，我们写信谈了很多。另外呢，当地党组织啊，也给地委写来了材料，情况基本上都了解了。这个今天请你来啊，是想跟你谈一谈我们的成长经历，想谈一谈我们的思想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听习书记的。那好，那我就先向你介绍一下我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情况。好。我是富平人，父母都是农民，15岁入党，19岁在两党发动兵变。后来您跟刘志丹还有谢子长同志他们一起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，您还受了重伤，9死1生。习书记，您的这些经历我们都知道，也都很仰慕您。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您那个时候那么年轻，面对生死不害怕吗？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，也不知道啥叫怕，就是把认为对的、该做的都做了。什么是该做的事情？推翻一切压迫阶级，让穷苦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。那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下去的？你应该读过《共产党宣言》吧？让我坚定下来的信念，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，让全天下所有的穷苦老百姓能有饭吃、有学上、有衣穿。习书记，您说的太好了，我跟你想的一样。好啊，我很好奇啊，你一个北平娃，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延安来投奔党、投奔革命的？习书记，跟您相比，我的革命资历很浅。我是受我姐姐齐云的影响，我曾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坦克大炮在我们的大街上耀武扬威，他们想轰炸就轰炸，想杀人就杀人，而我们的百姓就只能任人欺辱。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很强的民族危机感。在那期间，我也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革命同志，也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。我在思想上，我向往革命，我崇敬中国共产党。太好了。
你来的时候，日寇正在进攻北平，真的很难想象你这一路上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。这样吧，我呀，很希望能够对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你看你能不能写一个自传，你看行吗？我听习书记的。好，好。你喝水，喝水。是。再喝点儿。我叫齐欣，1923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。我父亲齐厚之毕业于北京大学，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。77事变前，我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。欣儿，姐，欣儿，烧退了没？烧退了，就是还有点咳嗽。姐，你参加八路军了？啊，我要跟你一起去当八路军。你这身体怎么行啊？把身体养好，等病好了再说啊。冷不冷？我给你暖暖手。星儿，药好喽！星儿，来喝药了。爸，云儿，你这是？我是来跟您和星儿辞行的。你从小就主意大，长大成人了，更管不了你了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是说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在外边会吃苦的。八路军的生活是很艰苦，但他们是真正在抗日的，抗日的希望在他们身上。不管吃多少苦，我都愿意承受。那国民党不也在抗日吗？那不一样。从当年您在孙越的部队里当军法官算起，到现在在阎锡山这儿当县长、当参议，这些年您经历了多少变故？谁才能真正救中国？您还看不明白吗？好，我说不过你。你在外边，千万要小心啊。爸，我明白了。我会给你写信的。嗯。爸，我走了。替我照顾好杏儿啊。姐，别忘了给我写信。有一天，姐姐派人送信来说：“你已经不小了，怎么不为自己的前途去着想？”我突然意识到，姐姐是在召唤我去参加革命。于是，我就跟着送信人走了，也没和我父亲说一声。
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父亲追了上来，他不放心我跟这个人走，只好随着父亲又回去了。经过这一次，失去了寻找姐姐的机会，但我仍不甘心。后来父亲带着家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县的村庄逃难时，我煮了几个鸡蛋，拿了些干粮藏在门后，想偷跑，结果又被父亲发现了。父亲说：“你碰上国民党兵怎么办呢？”我终于醒悟到，盲目偷跑终不是办法。后来，随父亲去了西安，结束了这一段逃难生活。爸，好，星儿，您看过这本书吗？斯诺著，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事情说明白？这本书讲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，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加入红军？这个外国人还通过亲身走访延安军民，采访了毛泽东本人才写成的这本书，他的名字叫斯诺。啊，我的女儿长大了，有思想了啊！这里边全面介绍了延安，那里有免费的学校，贫苦的孩子可以念书识字，剧社没有包厢，领导人看戏都是和老百姓坐在一起，那里还彻底消灭了鸦片和贪官污吏，没有奴役，没有乞丐，这不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？啊，我的女儿有自己的信仰了。爸，我想去延安，您同意吗？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当然希望你一直留在我的身边。可是，山河破碎，重振家国，人人有责。爸爸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判断，自己的选择。爸爸尊重你。你姐姐说的对，共产党是在真正抗日啊，这一点，爸爸是看在眼里的。那您同意了？哈哈，爸爸的朋友陈光斗就在山西，已经有了你姐姐的消息了。他就在晋东南一带。真的？你不是一直想去找姐姐吗？你怎么选择，爸爸都尊重你啊。那我想先去山西找姐姐，我和姐姐也能相互照应。行，你怎么做，爸爸都支持你。谢谢爸爸。哎，等等，那个，借给我看一看。给您。1939年3月，我在晋东南找到了姐姐齐云，在她的带领下，到山西屯留县的抗大第1分校女子队学习，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女战士。后面的经历大家都知道，就不写了。齐书记啊，哎，还在忙着呢啊，没事没事啊，这么晚了有事儿啊？当然有事了，还是大事儿。啥事儿嘛？是这样，昨天晚上啊，我碰见齐心了，人家让我问一下他写的自传，你看了没有啊？哦，看了，刚刚看完。怎么样啊？我看这个姑娘很不错的呀。是啊，非常不错。来，坐。好，走，坐下来。哎呀，这个齐心同志啊，确实不错。
15岁就参加革命，而且2次都是从家里跑出来，这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嘛，啊，只是这个遗憾的是啊，就是后面这部分写的太简单了。怎么样？果然让何校长给说中了啊！你呀，看看这个吧，这里有一封更详细的，啊。何校长写的？是啊，哎，何校长呢？听说你让齐心写自传，就怕你不满意，所以呢就主动的替他写了一封，哎，而且啊，他还特别让我转告你，齐心呢是个好同志，他是到了延安之后才成长起来的。哎，对了，何校长啊，不仅认识他的姐姐，还见过他的父亲呢，是个书香人家，希望你啊不要错失良缘。哎呀，你说何校长这是让人太感动了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何校长啊，还安排齐心的姐姐齐云同志啊，这2天到绥德来一趟，和你见一面。这不合适吧？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就让人家跑一趟，这有什么不合适？就是，人家娘家人既然肯来，那就说明有这意思。哎，徐书记啊，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啊。就是啊，哎，你真得好好的准备准备啊。哎，我们看到你一个人呢，每天从早到晚的只顾着忙工作，大家都希望你啊早日有个家庭。我看啊，这件事情啊，它就是心随所至，水到渠成啊，千万别再耽搁了。这个，其实不瞒你们俩说啊，这事儿我确实有这想法，但你最关键的还是，一人家姑娘同意不同意，第二呢，这也要组织批准才行嘛。这你就放心吧，齐心那边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关键是你啊，我看你这几天抓紧时间向组织上正式的提出申请啊。还有，如果你要是没意见的话，我和华生同志就作为你们2个的婚姻介绍人，怎么样？那好啊，那太好了。好，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希望早日吃到你们的喜糖啊！好，走，咱们回去吧，不影响习书记看戏了啊！仔细看，那就多谢了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多谢了啊！哎，好。您是仲勋同志吧？啊，我是齐心的大姐齐云。哦，大姐你好。叫谁大姐呢？你13年生人，我18年生人，你比我大5岁，怎么管我叫大姐？那也是大姐。大姐快坐，来喝点水。我这喝着呢。那再加点热的。抽烟吧。大姐也抽烟啊？那抽我的。好。平时喝酒吗？哦，酒倒是喝一点。那就是能喝。有时间了，咱们喝一次。好。
大姐啊，不是跟你说了别叫我大姐啊？哦，大姐从山西一路赶过来，辛苦了。见到您啊，我很高兴。你和我妹妹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总得代表家里人来见你一下吧？是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去找一下齐心，你们也见一面。你不用找他，我这次来就没打算见他。见总还是要见一面的嘛。他要是知道您来了，肯定特别高兴。我去找他。你回来，我今天还要赶着回山西呢。你坐。好。仲勋同志，你和我妹妹的事儿，来之前何校长都告诉我了。哦。宋养初同志也是夸了你一路。你了解我妹妹吗？认识1年多来，从刚开始接触，到最近的书信来往，应该说是了解一些的。那你说说，你对我妹妹什么印象？齐心同志啊，是个好同志，他心地善良，爱读书，有涵养。虽然年纪轻轻啊，革命意志很坚决，工作做事很有党性，很有原则性。你们俩写信就聊这些？还谈工作？他下乡在村上工作的时候啊，跟大家也是打成一片，又肯吃苦，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。就这些？啊，就这些。仲勋同志，你比我妹妹大10岁，我觉得你们不合适。大姐，您刚才还说我年纪轻嘛？合适，合适。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我妹妹的主啊，我也做不了。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，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。她要是同意了，我没意见；她要是不同意，仲勋同志，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。路边的小花在摇曳，摸一把泥土的温暖。当清风拂过我的脸，我回望的时候看见你。冬日走进了山，雪花划破眉间，留不下脚印和你的同伴。荒漠扬起的沙，狂风刺进双眼，却从未迷失的你的视线。你一定是看见未来我的笑脸，所以你燃烧自己，升起了炊烟，守着我的家园，抚慰每片屋檐，把眷恋化成了期盼。今夜我们的梦一定可以重叠，就像日出与大地的相见。每当清风拂面，你一定能看见每一个回望的笑脸。每